用文字显示化学反应是其中的一种方法。当镁在空气或氧气中燃烧时，会生成氧化镁。位于反应式的左边是镁和氧会发生反应，称为反应物，而右边生成的分子是氧化镁，则称为生成物。也可以用图表来显示化学反应，以个别的原子来表示氧化镁的生成。2粒镁原子与1粒氧分子反应后，生成2粒是单位的氧化镁。文字方程虽然是一个好的表示式，但是用元素的化学符号表示化学反应是一种国际通语，它让我们更了解化学反应的细节，知其反应涉及多少粒原子和分子。以下讲解如何平衡化学方程式。根据质量守恒定律，在化学反应中不会失去或创造任何原子，即反应前及反应后各原子总数不变。以下是平衡化学方程式的步骤和示例。反应式中的一个键形符号表示反应物是单向反应，只会形成生成物，例如镁与氧分子反应生成氧化镁。注意，反应式中的氧是 O2 而不是 O， 因为正常情况的氧是由2粒氧原子所组成的分子，因此在反应过程中的氧气必须写为 O2。但这化学反应式仍未完成，如要达至平衡，必须使反应物和生成物中各元素的原子数量相等。平衡方程式的第1条规则：不能任意改变反应及生成物中任何一个小数目，因为这样修改可能改变了反应式中某个化学物质。例如，不能将 O2 改为 O， 因为 O 与 O2 是完全不同的物质 O， 它不是氧气。例子可以看见键的左边拥有1个镁和2粒氧原子，而在右边只有1粒镁和氧的原子，所以这化学方程式并未平衡，需要增加右边的氧原子数量，同时也要增加左边的镁原子数量，确认所有元素的原子数量在反应前后相等。当平衡化学方程式时，另一个规则是原子或分子数目必须要为整数。从化学方程式左边只需要1粒氧原子达至左右两边有相同数目，能否把氧分子改变成半个吗？这是不可能。它必须要为整数，如要维持2粒氧原子，需要在左和右两边共加多2粒镁原子。当将镁的原子数量由1个增加到2粒，最后所有元素的原子数量在反应前后皆相等，最终化学方程式达到配平。